如果能让时光的指针倒转，林婉柔，你还会那样不顾一切的爱上宋逸晨吗？即使他的目光从未为你停留，即使未来他把你伤得满身伤痕，你该走了。我们都结婚那么久了，我还是不能留下过夜吗？林婉柔，当初我和你结婚，只是为了应付家里，我们只是协议夫妻，请你记住自己的身份。床头有蜂蜜水。结婚3年，他还是不记得我对蜂蜜过敏，这也许就是不在意的证明吧。林婉柔，你该醒醒了，你不过是豪门公子用来填补寂寞的玩物罢了。有些事尽量别过分，也能找到一个平衡，心存的天真，留它一个完整。停留在這分秒間，遺忘實際的界限。宋逸晨，我们，我願能以後捉緊你的手，擁有了你3年，現在放棄也算值得。小柔，你聽說了嗎？宋機長去參加一個招聘會，竟然把自己的白月光招回來了。那不就是宋机长吗？对面那个肯定就是他的白月光。咱们去瞅瞅他长啥样吧。你好啊，我叫许薇薇，是新来的空乘。他是？你好，我叫林婉柔。逸晨跟我说过，你就是我们的乘务长，正好在这里遇见，那坐下一起吃吧。逸晨，这是你最爱吃的三文鱼，多吃点。行了，都是老同学，知道你们2个复合了，就别在这公然虐狗了。就是，要我说，当年许薇薇出国的时候，你们俩就不该分。绕了3年又在一起了。听说宋机长为了等这个初恋，一直都没有结婚，现在2人复合，估计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我们吃好了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参观一下公司吗？走吧。霸道机长带小娇妻视察公司喽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趟厕所。我来找我的打火机。应该在你外套内侧的口袋里，一般都放哪？离婚的事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逸晨。妈，你怎么又没打招呼就来了？这是什么话？我来看我的女儿，还用打招呼吗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攀上高枝就不管你妈了？你要是还是来要钱的话，就回去吧，我没钱。孝敬爹妈是天经地义，你没钱，我就去找我的宝贝女婿要钱。你也不用去找宋逸晨，我和他马上就要离婚了。离婚？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啊？会是宋逸晨在外面找小三儿了吧？没有，妈，
你别问了，赶紧回去。不行，好不容易钓到这么一个金龟婿，可不能就这么放跑了。这孩子怎么吐了？小柔，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太好了，这不是又来了棵小摇钱树吗？你可要安安生生的养胎，别想什么有的没的。能从他们家拿更多的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这就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你嫂子。宋一晨，我们谈一谈。你妈又来了。又来要钱的吧？20万，够不够？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我怀孕了。虽然我们是协议夫妻，但我从始至终就只有你一个男人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相信你。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你别担心，我不是想要用这个孩子捆绑你。我只是希望这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能强迫你。你可以给我100万，我会自己处理这个孩子。爸爸飞了半个月，一直没有回话，是想要留下你吗？小柔，重磅消息，宋机长跟许薇薇见父母了，他们肯定是要结婚了呀！你快看，第一次见双方家长，紧张又激动，还好有你在。那么多年都没有女朋友，现在白月光一回来就要结婚了，他一定是爱死这个白月光了呀！可以啊，奕晨，这就见父母了，兄弟是不是该准备给你随份子了？林婉柔不是乘务长吗？怎么转地勤了？背累了吧？乘务长这个活儿也不好干，估计是想休息一下。这个时候转地勤也好。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空姐的排班表？是不是想以权谋私，把许薇薇调到那一趟飞机上啊？起开！切！啊，那不就是林婉柔吗？林小姐，是您要办我们牵手婚恋网的超级 VIP 吗？您这边对另一半有什么条件吗？条件不重要，我就是想找一个人结婚，给我的孩子上户口，越快越好。你都怀孕了，你还出来相亲，这不是耍人吗？您放心，我不会赖上对方的，等上了户口就离婚，还会给对方补偿100万。您看可以吗？100万？嗯。你看我行吗？生完孩子咱俩也不用离了，100万到手还落一个空姐老婆，赚大发了。
我只是想找一个假结婚的对象，请你放尊重点儿。一个大着肚子都没人要的骚货，在这装什么矜持？住手！你说的处理，就是拿着我给你的100万，给我的孩子找个爹。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。孩子留下吧。不理的。小柔，江湖救急，晚上9点，我组织了一个联谊会，你一定要来。诺诺，算了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哎呀，你就听我一句，这次来的都是优质帅哥，保证你能脱单。走走走。介绍一下，我们陈航公司门面担当林婉柔。行，既然人都来的差不多了，先一起喝一个吧。这个太凉了，你喝这个。那就1杯，大家都在这儿，就1杯。不行，听话。宋吉家又开始宠小娇妻了。这还没开饭呢，怎么就开始撒狗粮了？不行，必须罚你们一个，大家说对不对？那当然要罚，就罚他们亲一个，怎么样？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许薇薇，你以为你算什么？说走就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认识你，你是林我送你回家吧。雅林别墅16栋，密码0625。200万，3年协议夫妻，确定吗？嗯。那你不要管我心里还住着其他女人。好。快点啊，宋一成，你磨叽什么呢？今天这单我请了，你们继续玩。哇！切，真没劲，都是老朋友，害羞什么？诺诺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宋一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是他吗？许薇薇，骚货！别人打你，你不会躲吗？你不是也没有躲吗？林婉柔，我允许你留下这个孩子，但这并不代表你能对我的事指手画脚。你给我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以后我跟许薇薇的事你少掺和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好朋友诺诺来了，在你房间呢。诺诺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看你今天晚上一直魂不守舍的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有人欺负你，你别害怕，告诉我，我替你出头。不是那样的。那是怎么了吗？我和宋逸晨结婚了。什么？结婚？对，而且还……停！林婉柔，我还是你最好的闺蜜呢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都没告诉我！诺诺，我不是有意隐瞒，我跟宋逸晨只是协议夫妻，各取所需而已，也不是什么正经关系。我怕你觉得我是为了钱，因此看不起我。林婉柔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，你早就不喜欢他，没想到你竟然还对他念念不忘，还搞什么协议夫妻，不就是让他白睡吗？也没有白睡，他答应给我300万，我也不亏，而且我现在还怀了他的孩子。天哪，林婉柔，你气死我算了！你就这么喜欢作践自己吗？你这和把自己卖了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该不会以为你给他生了孩子就能把他拴住吧？他从始至终爱的就只有许薇薇。诺诺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不是什么情种，也没有那么高尚。宋逸晨是陈航的继承人，他们家那么有钱有势，300万换个不管我的老公，还能给孩子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不也挺好的吗？我真的没那么在乎宋逸晨。到现在你还想骗我？小柔，你怎么想的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是想把自己委屈死吗？清蒸鲈鱼、土豆烧牛肉、素炒菠菜、冬瓜排骨汤，这还有你最爱吃的水果，我查过了，都是孕妇可以吃的。等会儿去食堂随便吃一点就行。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这可不行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当然要注重营养。宋逸晨有没有良心我管不了，但你们娘俩以后的生活我来负责。对了，我今天还帮你办了一件大事。咱们客运部不是要集训了吗？许薇薇第一个报名，要跟宋逸晨一个组。瞎子都看出来他是想挽回他们的感情。说不定只是巧合呢。什么巧合啊？咱们行司因为集训上亲密接触成了的情侣还少吗？我可不会让这种心机女来破坏我闺蜜的婚姻。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把她调到下一批，保证她跟你老公见不上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反正换个组又不会掉块肉，都已经换完了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为了给许薇薇调组，费了不少心思吧，林总。我明白了。调组那件事我会解决的，不好意思。林婉柔，咱们约定好的，你不能插手我和许薇薇的事情。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以后在背后搞这种小动作。我知道了。薇薇，我听说这次是宋逸晨亲自找人把你调回他那组的，他是真的很在乎你。之前跟逸晨说了没什么，没想到他还是去找人把我调回来了，也算是有心了。
不对啊，集训都快开始了，奕晨怎么还没过来？大家静一静，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王牌飞行员来给大家做培训，有请宋奕晨宋教练。微微，宋奕晨不是该跟你一组吗？他怎么成教练了？老同学，听说这队伍里有你的白月光初恋，你怎么不去照顾你小女友，申请调过来给我当教练？小柔，我听说好像是你老公专门找人换的班，我看啊，他当教练就是为了跟许薇薇避嫌，没想到他还挺在乎你的嘛。准备一下，集训马上开始了。终于跟我的女神林婉柔分到一组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把她给拿下。两两一组，仰卧起坐100下，开始。林组长你好，我是塔台一部的苏少鹏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林组长，今天晚上有时间一起吃饭吗？动作不规范，罚10圈操场。这不公平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动作不规范。不听命令，再罚10圈。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动作。林婉柔过来配合我。别动。林婉柔，宋教练，你白天已经宣示过主权了，不必再来一次。那个人占你便宜的时候，你可没有反抗。宋奕晨，集训的时候你那么做，你有没有想过许薇薇会怎么想？许薇薇，你是想问塔台那头会怎么想吗？林婉柔，你是不是很想保持你单身的人设，好让别人随便占你的便宜？所以你是不想让别人占我的便宜？宋奕晨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林婉柔，你自不自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我不能让我的小孩有一个不干不净的妈。没事吧？你别碰我！你为什么要跟林婉柔上床？就因为我离开了3年，所以你就耐不住寂寞？可能吧。那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因为她怀孕了。林婉柔，我们聊一聊。如果我求你，你可以和宋奕晨离婚吗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的，可是奕晨一向来对小孩子提不起兴趣，甚至有些排斥，但他却让你们有了孩子了。这说明，至少在某些时刻，
是对你动了情的。这只是一个意外，我也没有想到会有宋逸晨的孩子。林组长，你能把逸晨还给我吗？只要你们离婚，我不介意帮你抚养这个孩子。只要能让宋逸晨回到我身边，无论你需要什么补偿，我都愿意给。没有他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求求你把他还给我吧。离婚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不过，你可以去问宋逸晨，如果他同意离婚，我没意见。小心！哎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太危险了，那个广告牌差一点就砸到你身上了。孩子呢？你伤的有些严重，随时有流产的可能，还是尽快联系你的家属过来吧。宋逸晨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你有什么事情等我回去再说。好。你说说你，怎么都在医院躺了2个小时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个孕妇，最需要人照顾吗？我麻药刚退，没来得及联系你。你们家宋逸晨呢？老婆都住院了，怎么还不来？他好像最近有飞行任务吧？你可真会给他找借口，男人就是这样，给你惯坏了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拿药。逸晨，我可以自己走的，你不用一直扶着我。别逞强，这次虽然没伤到骨头，但还是应该小心一些。知道啦，有你这样照顾我，我这腿想不好都不行。都这个时候还拼？小柔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诺诺，我们走吧，我不想在医院待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我带你去我那儿。公司那边我已经帮你请好假了，这段时间你可以好好休息。林婉柔呢？怎么样了？谁？林婉柔？哦，没什么。林婉柔，逸晨连你受伤都不知道，说明他爱的还是我，那就让他继续陪着我吧。宋机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们地勤的林婉柔林组长被广告牌砸伤住院了，我们刚去看她了。林婉柔也住院了。林婉柔也住院了。怎么，宋机长您还不知道吗？那你去看看，我们先走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林婉柔也出事了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刚刚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想到已经有人照顾她了，就没和你说。宋逸晨，你给我站住！
从我们受伤到住院已经过了这么久，你却连他受伤的事情都不知道，说明你自己也没有把那个女人放在心上，不是吗？请问林婉柔是在这个房间吗？她人呢？哦，她刚办完住院手续，应该已经走了。林婉柔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林婉柔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回我妈家了。我们谈谈吧。太累了，我要睡了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无法接通。我知道你还没睡，我会等你下来。医院的事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妈，婉柔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我的好女婿一直在楼下等着呢？我没让他等，是他自己愿意。你还是赶紧下去吧，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，这么冷的天，要是冻出毛病了，心疼的不还是你？去啊，赶紧快去！怎么是你？你以为是谁？林婉柔吗？你回去吧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宋逸晨，你现在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可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你是因为林婉柔肚子里的孩子才跟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再说一遍，薇薇，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，现在林婉柔才是我的妻子。小柔，快看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。你眼睛怎么肿了？是不是那个宋逸晨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眼睛进东西了，刚揉了一下。少骗我了，我都听同事说了，你受伤的时候，许薇薇也住院了，还让宋逸晨过去照顾她。她不知道宋逸晨是有妇之夫吗？凭什么把她当老公使唤？他要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，咱们吃饭吧。行吧，你先吃，我还有事要忙。等会儿再来。谈一谈。陈小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不应该问问你，这个当小三当闺蜜吗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你那个狐狸精闺蜜成天去勾搭宋逸晨，我都还没去找你算账呢，你居然还有脸来找我家薇薇？哟，小三儿你没长嘴啊？是不是还没告诉你闺蜜你当小三啊？整个陈行谁不知道我们家薇薇跟宋逸晨才是一对啊？你再在这胡言乱语，小心我抽你！不用理他，我们走。想走？有脸做小三还不让别人说了？告诉你许薇薇，没事儿别老惦记别人的老公。薇薇，李婉柔，你快去看看吧，陈小诺在机舱跟许薇薇打起来了。今天不打死你这个小三儿！诺诺，住手！小柔，诺诺，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小柔，你怕什么？宋逸晨是你老公，教训第三者天经地义。婉柔，你这么嚣张的过来教训我，宋逸晨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诺诺只是在这装好人，肯定是你指使他来的。敢打我们家小柔，今天咱们谁也别好过！别闹！小柔，看来还真的
道理亏啊！明明是个小三，还敢人在薇薇面前耀武扬威，真当我们薇薇是好欺负的？当小三还敢舞到原配面前，林婉柔真是太不要脸了。就是要我宋机长可是陈航公司的继承人，和许薇薇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他林婉柔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这群人知道什么？小柔早就跟宋一晨结婚了，人家俩已经有孩子了。林婉柔和宋一晨已经有孩子了，那许巍不就是小三了？怎么可能？宋一晨怎么会娶一个普通空姐？说不定是林婉柔想要借娃上位，他们这种豪门最在乎香火了。陈小诺胡说的，林婉柔才是小三儿。薇薇，你说是不是？许薇薇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敢做就要敢当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就是个没脸没皮的小三，宋逸琛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死巴着人家干嘛？闭嘴！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。要不是林婉柔用孩子鉴定宋逸琛，宋逸琛怎么可能娶她？无论你们以前怎么样，和宋逸琛结婚的人是我，你知三当三，连最后一丝体面都不要了吗？林婉柔，林婉柔，你出来！小柔，结婚怀孕了又怎样？人家宋机长维护的不还是许薇薇吗？白月光的杀伤力那还用说？没有感情，就算是占着正妻的名分，也不会被爱。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再找许薇薇的麻烦了吗？上次在医院，我不知道你也受伤了，所以才没有去看你。知道了。昨天我去你家楼下等你，你是不是？昨天太冷了，我很早就睡下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处理完外面那些人再去找你。所以你觉得我刚刚的确不应该对许薇薇动手是吗？毕竟闹起来对你们两个都不好。我看你是怕闹起来你们两个就没办法再续前缘了。我不想和你吵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宋逸晨，我们离婚吧。许薇薇说的对，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。反正我们之间也没有感情，还是离婚吧。那孩子呢？你不为孩子考虑了吗？孩子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昨天太冷了，我很早就睡下了。宋逸晨，我们离婚吧。许薇薇说的对，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。反正我们之间也没有感情，还是离婚吧。喂，诺诺，小柔，宋逸晨出车祸了。许薇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宋逸晨手机的紧急联系人是我，他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给我打电话了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刚给他打了麻药，要过一会儿才能醒。薇薇，婉柔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3年前，他也是这么喝多了，哭着留我的。许薇薇，你以为你算什么？说走就走。我知道，你应该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像你这种家世的女人，永远不可能进他们的家门。我从来没奢求他的家人能承认我。你把孩子打掉吧，对你俩都好。这孩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。林婉柔，宋逸晨他从始至终都是我的，我的整个青春都送给了他。你只是从我这里偷走了几年而已。偷来的东西是见不得光的。那个广告牌砸下来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你。看在这个份上，把逸晨还给我，好吗？我会跟他办离婚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薇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就应该我在这儿吗？
你是在找林婉柔吧？依晨，我知道你不是因为爱她才娶她的，你放心，她以后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。小柔，你怎么了？我听人说你请假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来做个产检了。你老公跟你一块儿吗？是。下一位，林婉柔。到我了，我先挂了。宝宝发育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各项数据都在范围内。你确定要打掉这个孩子吗？确定。林婉柔呢？宋逸晨，你不是陪小柔去产检了吗？产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又在替你说好话了。你也太不关心自己老婆了吧？他平时都在哪儿产检？沈复佑，连小柔在哪儿产检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当爸爸？有没有点责任心啊？孩子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，你放心，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。婉柔，千万不要做傻事，等我。孩子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，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。婉柔，千万不要做傻事，等我。确定的话，把这份知情同意书歇了，再出去缴一下费，我给你安排手术。林婉柔，你竟然真的要把我们的孩子打掉！苏逸晨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宋逸晨，你疯了！你放开我！宋逸晨，你想干什么？宋逸晨，你想干什么？林婉柔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签过的协议？你必须配合我做任何事。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我也不需要再遵守那份协议。我怀孕了。原来你还在乎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不是都已经要把他打掉了吗？我留下这个孩子，留下他。我是个小偷，我不应该把你从许薇薇那里抢过来。我们之间不会再有许薇薇了，我也不希望你把这个孩子打掉。这几天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公司那边我会帮你请假。小柔，这都是妈给你买的营养品，你现在怀着咱们老林家的摇钱树，可得好好补补身体。知道了。哎，宋逸晨呢？你都怀孕了，他怎么没在家陪你？公司有事儿，他去处理了，晚上才回来。我跟我的宝贝女婿也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跟他说说。等哪天闲了，一起吃个饭。你为什么要跟他吃饭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？女婿请丈母娘吃饭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妈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找他帮忙？你这是什么话？妈是那种人吗？我这是看你怀孕了，想把她叫出来叮嘱她几句，省得你们一天到晚闹离婚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一点都不懂妈的苦心。不用了。我们的事儿，我们自己处理。好，好，好！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要不是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哪来的机会嫁入豪门？现在倒好，自己想轻浮就不管你妈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那你自己说，到底让不让我的宝贝女婿请我吃饭？等宋逸晨回来，我会跟他说的。我妈什么想法你也清楚，一会儿不管她说什么，你都别答应。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妈，我的宝贝女婿来了，来，快坐。这是我特地去给您挑的礼物。这么绿的镯子，这不得值几十万呀！好，好，好，宝贝女婿，你可真是有心了。小柔，你看妈这身衣服怎么样？专卖店买的，花了4000多呢。
要不是为了给你撑场面，妈都不舍得。你可得把买衣服的钱报销了，还有那些营养品也花了不少钱呢。妈，我帮您付了。还是我的宝贝女婿最有孝心，小柔能嫁给你，可真是积了8辈子的福分。应该的。我们家小柔啊，也是又聪明又漂亮。当年上门求亲的人，快把我们家的门槛给踏破了，我都没同意，就是想给小柔找一个像样的好男人。我明白，婉柔一直都很好，是我之前不懂得珍惜。这么多年，我养她也不容易，啥苦没吃过，啥累没受过，就盼着她能有个好归宿。现在看她跟你过上了好日子，我这心才算是放下了。您放心，我会好好对待婉柔的。宝贝女婿，咱们一家人也不说两家话。最近小柔她爸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可把我愁坏了。又是复查，又是买药的，这花钱跟流水一样。还有小柔她哥的工作一直都不太稳定。妈，这些要钱的理由你都快用烂了，不能换一个吗？你这死丫头，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呢？我这都是为了咱们那个家，要不是因为你没出息，我用得着求我宝贝女婿吗？妈，您放心，爸的医药费我会帮忙的。好，还有小柔她哥哥的工作也一并安排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看这次是转账还是支票啊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，你怎么还……没事，应该的。我们老林家可真是撞了大运，找了你这个打着灯笼都碰不到的好女婿，又孝顺又有能力。以后小柔生了孩子啊，那孩子肯定也跟你一样优秀的很呢。微微，我在饭店碰见奕晨和林婉柔了。林婉柔那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，居然仗着肚子里的孩子勒索奕晨。林婉柔，怪不得你一直扒着奕晨，原来是想靠孩子上位分宋家的家产。林婉柔真是太不要脸了。微微，我现在就陪你过去，绝不能让那个狐狸精得逞。小柔，你爸来电话了，你们先吃，我出去接一下。宋奕晨，你现在还想要我当你孩子的妈妈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宋家大少爷，宋氏集团的继承人，陈航的王牌飞行员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空姐，有一个张口闭口都是钱的母亲，一个只会吸血的娘家。宋奕晨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我从来不觉得东西重要，但我觉得重要。我不想再这样接受你的施舍，也不想再被人家当成拆散你跟许薇薇的第三者。我们还是离婚吧。不可能，婉柔，只要你答应不离婚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你没必要这么做。有没有必要我说了算？你放心，你爸爸药费、你哥哥的工作我都会安排好，你只需要安心养胎，其他的事情不用管。我不同意！微微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吃饭，我还不能过来吗？是谁告诉你我在这儿的？是我跟微微说的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奕晨，林婉柔他们家就是一群吸血鬼，你怎么能跟这种人纠缠在一起？就是啊，宋机长，微微一听说林婉柔在这里勒索你，立马就赶过来了。你居然还敢凶我们家微微，真是不识好歹！胡说什么？今天是我专门请婉柔的妈妈过来的，你们赶紧出去，不要打扰我跟我的家人吃饭。家人？宋奕晨，你把他当成家人，那我算什么？微微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林婉柔才是我的妻子。宋机长，你说这话也太没良心了吧！微微可是为了你才专门回国的，你怎么能为了这个狐狸精抛弃她？就是，咱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大家都知道你跟微微的感情有多深。你给我闭嘴！凭什么不让人说话呀？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林婉柔就是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贱女人，根本配不上你。我们家微微跟你才是天生一对。是啊，奕晨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像这种吸血鬼家庭，沾上后患无穷。你还是拿点钱让林婉柔打掉孩子，早点离婚吧。奕晨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离开我，你是为了林婉柔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才跟他继续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微微，这里的事跟你没关系，你走吧。不，我不走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这种狐狸精勒索？林婉柔，你不是说你会跟奕晨离婚吗？为什么还在这里纠缠他？这些话我应该问宋奕晨，是宋奕晨强行把我留下。你胡说，奕晨才不会留下你这种居心叵测、见钱眼开的女人。
逸晨，许薇薇，谁允许你对她动手的？你们是谁啊？居然敢欺负我女儿！信不信我的宝贝女婿收拾你们？这就是林婉柔他妈，刚才就是她一直在跟逸晨要东西。我是宋逸晨的丈母娘，我养了20多年的闺女嫁给了他，我跟他要钱是理所应当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王八犊子？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儿指手画脚？怪不得林婉柔会当小三儿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家子都没什么教养。敢骂我，我撕碎你的嘴！小柔，这个女人是谁？是不是宋逸晨在外面找的小三儿？说谁是小三儿？我才是宋逸晨的女朋友。你胡说！宋逸晨明明娶的是我女儿。这林婉柔插足了我跟逸晨之间的感情。就是，我们家薇薇跟宋机长本来就是一对儿，都怪林婉柔这个狐狸精，趁我们薇薇不在，勾引了宋逸晨。那也是你自己没本事，看不住男人，活该现在嫁不出去。你个骚狐狸，居然敢跟我女儿抢男人！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！妈，小柔，妈现在是在帮你教训狐狸精。妈，这些事儿我们回家再说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还回什么家呀？这小三儿都已经打上门了。林婉柔，你才是宋逸晨明媒正娶的老婆。再不支棱起来，你男人就被这个狐狸精抢走了。什么明媒正娶？要不是因为她怀了宋机长的孩子，宋机长早就不要她了。她林婉柔明明就是一个靠孩子上位的小三儿。林婉柔，像你这种拜金的女人，根本不配怀上逸晨的孩子。你自己想清楚，许薇薇可是许家的千金小姐，以后要继承许家家产。你跟她结婚是强强联合，林婉柔就是一个普通空姐，你娶她就是给自己找个拖油瓶。王八犊子，你骂谁拖油瓶呢？跟这个小狐狸精一唱一和的，你们俩才是聘妇吧？想挑拨我女儿女婿关系，好代替我女儿分宋家的家产，张口闭口都是钱。像你们这种没教养的家庭，根本配不上逸晨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不讲理的妈还会生这么一个靠孩子上位的小三儿？你还是赶紧跟林婉柔划清界限吧，你家里人也不会同意你娶这种没家教的女人。狐狸精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别拦我，我非要打死这个扫娘们！都闹够了没有？婉柔，都怪你们这群狗男女，把我闺女气得病倒了。我女儿要是有什么好歹，我要你们给我女儿偿命！什么叫我们把她气病倒？林婉柔明明是被你自己打晕的。就是，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有你这个缺德的妈，活该林婉柔进医院。放屁！要不是你们过来羞辱我女儿，根本就没有这档子事儿。我们家小柔还怀着孕呢。要是我孙子有个好歹，我就报警把你们全都送进监狱。好啊，先动手的是你，打伤林婉柔的也是你，你报警我们也报，看最后谁进监狱。够了！宝贝女婿，你今天可都看见了，这几个狗男女跑过来羞辱我女儿，我们家小柔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你们走吧，以后永远不要出现在小柔面前。逸晨，我走。婉柔，你醒了。方子墨，你不是在隔壁市医院工作吗？我这2天才调过来，听说送过来的病人是你，就过来看看。我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婉柔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根据结果来看，你应该是得了子宫癌。子宫癌？那孩子呢？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目前孩子状况还比较好，不过子宫癌本身以及治疗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都可能影响胎儿发育，我们需要持续观察，根据具体情况来进一步判断。我明白了，方医生，麻烦你暂时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任何人，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担心。好。小柔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那就好。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妈非要去找那群狗男女算账。婉柔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宋逸晨，我们家小柔今天可是受了大委屈，还有我的小外孙，差点因为这件事没了。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妈，你放心，这样的事以后不会有了。光说有什么用？我们家小柔现在可是进医院了，这检查费
医药费、营养费，里里外外还得花不少钱。妈，还有啊，我女儿身边现在也离不了人，你马上给我女儿买一套别墅，以后我就辛苦一下，去别墅照顾我女儿。万一那群狗男女再过来找麻烦，我也能护着我闺女。好，您放心，我会安排的。小柔，你饿不饿啊？刚才那顿也没有吃好，妈去给你买点东西。你跟我的宝贝女婿休息一会儿。我妈的话不是我的意思，别墅你也不用买，就算买了我也不会住。婉柔，我是真的想要补偿你。韩宇说的对，我的出身确实配不上你，本来也只是协议服气，又何必让这段不被祝福的关系继续下去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你才是我宋逸晨的妻子。宋逸晨，你让我打扮成这个样子，还把我带到你们家的老宅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今天我们宋家召开了一个宴会，邀请了江城所有名流。婉柔，我想在宴会上正式宣布，你才是我们宋家的少夫人。宋逸晨，你疯了吗？我们的家世相差太大，你父母不会接受的。只要我愿意，就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。宋董事，听说宋少爷今天要在宴会上公布宋家的少夫人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啊？当然是许家的大小姐许薇薇啊，她跟宋少爷可是青梅竹马，许家也是仅次于宋家的豪门贵族，宋家少夫人的位置非她莫属。我们宋家的少奶奶可不是随便什么女人都能当的，只有那种门第相当、家境匹配之人，才能够有资格踏入我们宋家的大门，成为我们宋家的儿媳妇。爸妈，这位就是你们的儿媳妇林婉柔。跟宋家联姻的人不是许薇薇吗？这个姓林的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我认识，是陈航公司的空姐。听说许小姐出国的时候，就是她投怀送抱，勾引了宋少爷。那不就是在外面养的情人吗？宋家和许家一直在商议连婉英的事，宋少爷在这个节骨眼把人带回来，宋少爷不就是明目张胆打两家人的脸？宋逸晨，谁让你把这种女人带到宴会上的？婉柔是我的妻子，既然要正式宣布她宋家少夫人的身份，她当然应该在场。什么宋家少夫人，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宋家的门。逸晨，你也是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也不知道跟我们商量一下。妈，我跟婉柔3年前就结婚了，您之前不是知道吗？妈是知道你在外面养了个女人，还结了婚，想着你们小年轻血气方刚，玩一玩也没什么。谁知道你到现在还跟这个女人有牵扯？你错了，林婉柔是我认定的妻子，我不会跟她离婚。而且婉柔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。我说以宋少爷的身份，怎么会娶这么个小门小户出身的空姐？原来是靠孩子上位。这种拜金女我见多了，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心思全都放在勾引男人上。现在她能靠孩子进门，等孩子生出来，说不定还想抢宋家的家产呢。林婉柔是吧？开个价吧，给你多少钱，你才愿意离开我儿子？想要结束这段婚姻的人不止你，只要宋逸晨松口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办离婚手续。你这个贱人还真是有手段，知道只要攥住我儿子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。行啊，我可以让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然后你拿钱走。我们宋家的门楣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。这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不会把我的孩子送给任何人。林婉柔，像你这种出身低微的女人，能得到我们的一点怜悯，已经是你的福分了，别不识好歹。这是我跟宋逸晨的孩子，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物件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高攀什么，其他的你们也可以放心。就算我跟宋逸晨离婚，我也不会要你们宋家的钱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不就是想把肚子里的小姚钱珠握在手里，等着以后分宋家的家产吗？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最不要脸了，说不定还会拿着宋家的家产出去花天酒地，养一堆不三不四的男人。你们给我闭嘴！我们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外人指手画脚。别人没有这个资格，那你老子我有没有这个资格？宋逸晨，你今天如果非要维护这个女人，宋氏集团的股份你一分也拿不到。
集团的股份你也不用给我，我不稀罕。我们走。许小姐到。微微，你终于来了！我跟你叔叔都等你半天了。对不起啊，宋阿姨，是我来晚了。我听说奕晨刚才已经带你们见过他的妻子。那种女人怎么配进我们宋家的门？你放心，在阿姨心里，你才是我名正言顺的儿媳妇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奕晨，之前微微出国就算了，现在她都回来了，你还要跟这个空姐搅在一起，你把微微放在什么位置？我跟许薇薇3年前就已经分手了。什么分手了？前一段时间我们两家人还见过面，我跟你许叔叔早就商量过你们2个人的婚事了。那是你们自己商量的东西，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。婉柔，你别听他们的，我们上次只是普通聚会，是许薇薇自己把这件事说成了见家长而已。奕晨，妈真的看不懂你到底在拒绝什么。微微可是许家的千金大小姐，要样貌有样貌，要能力有能力，她哪一点配不上你？货比货得扔，许小姐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女，林婉柔不过就是个伺候人的空姐而已，选谁不选谁，还不是一目了然吗？她们这种女人，成天在飞机上跟那些富豪眉来眼去，到处给老男人陪睡，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道一定是谁的。宋少爷，你可不能被那个女人给蒙骗。奕晨，你自己听听，所有人都看出来，微微才是你的良配，你现在就是这个狐狸精给迷惑了。听妈一句劝，赶紧让这个狐狸精把孩子打掉，以后踏踏实实跟微微在一起。微微，你放心，宋雨辰这小子糊涂，我可不糊涂。这件事儿伯伯给你做主，我们宋家的儿媳妇只能是你。许薇薇，真不知道你给他们下了什么迷药，让他们这么维护你。因为真正适合你的人只有我。奕晨，只要你愿意离开这个女人，我可以保证既往不咎。不可能，我跟你早就划清界限了。林婉柔到底有什么好？为了她，你宁愿抛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还容许她用肚子里的孩子勒索你？没有的事，你少在那胡说。我胡说？上次在饭店的时候，韩宇亲耳听到这个女人跟你要钱要工作，怪不得刚才说，就算跟我儿子离婚，不会要1分钱。原来是该拿的已经拿过了。奕晨这几天一直在看花园别墅，我看也是你这个狐狸精跟我儿子要的。果然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背地里又要钱又要房子，揣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当免死金牌。真要留着他，说不定家底儿都能掏空。他呀，就是冲着人家的家产去的，装出一副情深意重的样子。为了钱，简直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林婉柔，你敢说你没有拿过奕晨的钱？林婉柔，你敢说你没有拿过奕晨的钱？没错，宋奕晨的确曾经给了我200万。我就说这是个见钱眼开的荡妇吧，被人包养还说的那么理直气壮，真不知道羞耻。林婉柔，你凭什么觉得你值这个价？宋奕晨觉得我值这个价。反了天了，敢对我的儿媳妇动手！看来我有必要给宋夫人科普一下法律常识。我跟宋奕晨才是登记过的合法夫妻，我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，无论从什么角度讲，我都是你的儿媳妇。
我才不会认你这种见钱眼开的贱人当儿媳妇。您认不认没有关系，我嫁给宋逸晨本来也不需要您的承诺，离婚也不需要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你3年前就跟逸晨结婚了，现在离婚，照样能平分逸晨的财产。这点您可以放心，3年前我们就已经签了婚前协议。无论我和宋逸晨会不会离婚，宋家的财产我都不会再沾染1分1毫。至于你们，为了满足自己可怜的八卦之心，肆意污蔑、恶意揣测他人，却从不肯花一点时间了解真相，也真是可悲至极。婉柔，我们回去吧。你刚才是故意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拿了我的钱是吧？我带你来我家里，就是想要告诉所有人，你才是我的妻子。我想给你和孩子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把曾经的金钱关系翻到明面上来？因为我想让你看清楚我们的差距。无论你再怎么解释，别人都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如果不是因为那200万，我们不会结婚。为了离开我，你宁愿这么作践你自己吗？当年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是也作践过自己？宋逸晨，我知道你带我来参加这个宴会是好意，但现在你也看到了，你的父母，你身边所有人都不会承认我们，所以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。可你也说了，我们的婚姻不需要别人的承认。但我自己现在也不认可这段婚姻了。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，考虑清楚就去民政局离婚吧。具体什么情况，你直接告诉我就行。结果显示，你得的确实是子宫内膜癌。不过你别太担心，现在的癌症治疗方式有很多，只要好好配合医生，成活率还是很高的。我的孩子能保住吗？婉柔，手术、放疗、化疗这些治疗癌症，在孕期使用都会对胎儿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，也不能很好的控制你的病情。我建议你终止妊娠。我再考虑一下吧。方医生，麻烦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心！薇薇，宋逸晨都这么对你了，你怎么还对他的事这么上心，连一个体检报告都专程帮他来取？薇薇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林婉柔？林婉柔，真的是她！这个林婉柔还真是个骚狐狸，先是抢了你的男朋友，现在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别的男人卿卿我以。逸晨为了他都要放弃家产了，他居然敢背叛逸晨！薇薇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。宋逸晨不是一直死拖着不离婚吗？只要咱们拍下林婉柔出轨的照片，他肯定会抛弃林婉柔的。林婉柔，既然你不珍惜逸晨，那我就要把属于我的人夺回来。谢谢你了，方医生。婉柔，你不用那么着急推开我。我承认我确实一直都很喜欢你，但我不会在你还没有想起楚的时候打扰你。刚才只是个意外。怎么，被老爷子赶出家门，跑我这儿借酒消愁呢？你胡说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宴会上的事都传开了。宋逸晨，你可真行！林婉柔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情愿抛弃家产也要跟他在一起？抛弃家产又能怎么样？不还是留不住他？许薇薇因为你的事儿天天以泪洗面，可她还是一心想要嫁给你。你再看那个林婉柔，她就一直这么吊着你。当兄弟的劝你一句，别辜负了真心人，也别被人耍得团团转。知三当三，狐狸精私会小情郎，这不是林婉柔吗？这个林组长够野的啊，在公司里勾搭上了宋机长，转头又钓上了一个年轻医生。当时不知道她是宋机长的老婆，在集训时跟他一组，没想到被宋机长罚跑了10几圈。谁让你当着宋机长的面勾搭他了？要约也是私下约，
就她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勾勾手就跟你走了。瞧瞧她那大长腿，一看就是那种会在床上浪的主儿。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太晚了，民政局已经关门了。跟我走。婉柔没说要离开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放手。没事的，我们是有些话需要说清楚。已经走得够远了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现在对我都是这种态度了吗？对于一个一直拖着不愿意跟我离婚的男人，我实在摆不出什么笑脸。对我没有笑脸。我看你对刚才的那个男人笑得很开心啊。宋逸晨，他只是我的主治医生。主治医生？主治医生需要去抱自己的病患吗？你相信吗？你觉得我应不应该相信？我觉得你已经相信了。林婉柔，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忍受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。宋逸晨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容忍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人纠缠不清。林婉柔，那个小白脸抱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反抗？咱们还没离婚呢，就迫不及待找下家了吗？我们结束了。这个应该就是逸晨的印章了。逸晨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我会把我们之间的障碍一一摆脱掉。我早就跟宋逸晨提离婚了，是他一直不愿意。你如果还是不甘心的话，可以去找他。逸晨当然要跟你离婚。这是他签好的离婚协议书，让我拿给你。他为什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？你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，难道还指望逸晨会要你吗？他本来就只是为了孩子才跟你在一起，现在你做的丑事被人知道了。你觉得他还会傻乎乎的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的？宋逸晨，我明明已经主动提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羞辱我？林婉柔，你怎么了？我的病是不是又恶化了？癌细胞进一步扩散，孩子已经保不住了，现在必须马上处理。需要我帮你通知一下孩子的父亲吗？不用了，直接准备手术吧。林婉柔，你没事吧？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很希望孩子出世啊？我恭喜你，如愿以偿。那逸晨，我会尽快跟他离婚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来找过我的事告诉他。好，那我走了。诺诺，你有时间吗？能不能来一趟医院？太好了，薇薇，这下你终于可以跟宋逸晨好好在一起了。没想到林婉柔会这么痛快，看来她也真的想要离开逸晨，跟她的新男友双宿双飞了。这不是正好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来跟你抢宋逸晨了。菲菲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把菜端过来。许薇薇呢？我有事想问她。宋机长，薇薇去打菜了，你匆匆忙忙过来，是来找她道歉的吧？你可真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林婉柔是你的妻子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。宋机长，我只不过说句公道话，你怎么还不听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那个小狐狸精已经去做人油了。林婉柔，你怎么可以瞒着我做终止妊娠相关手术？我不允许！
林婉柔呢？我有话要问她。我们的孩子，你来晚了，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流掉孩子？林婉柔，你凭什么？这不都是按你的意思办的吗？让我打掉孩子，再签这份离婚协议书，之后挑个时间去民政局办离婚，我们就彻底结束了。不，上面的章子确实是我的，但不是我盖的，我根本无所谓了。从你开始怀疑我跟别的男人有牵扯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拖延下去的必要了。不，婉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你，我是真心想。够了，宋一晨，我真的累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现在要休息，请你出去。小柔，你真的打算辞职吗？陈航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。那宋一晨呢？那个混蛋这么对你，你真的打算放过他？与其说是放过他，不如说是放过我自己。这些年我一心扑在宋一晨身上，忘记了去爱自己。现在我想换一种方式，为自己而活。可你的病……放心，方医生已经在帮我找业内的专家来商讨治疗方案了。他们说我只是早期，生活率高一些，会没事的。小柔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不许藏着掖着。谢谢你。林婉柔请假请了多长时间？宋机长，林婉柔已经辞职了。辞职了？林婉柔，谁允许你辞职的？宋机长，我只是陈航的员工，不是卖身给你们的奴隶。辞不辞职是我的自由，不需要您的允许。你现在真是翅膀硬了，敢这么对我说话！宋一晨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只不过以前你从来没有把目光放在我身上而已。离婚协议书已经签好了，等我出院了，咱们再去民政局办离婚，就这样吧。林婉柔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安排我的？我告诉你，离婚的事我不。我已经联系了肿瘤科的专家，会尽快讨论出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。谢谢你了，方医生。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。你现在还处于早期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手术切除病状。不过，一旦选择了这种方式，你可能以后再也当不了妈妈了。我相信你们的判断，具体的治疗方式我也有心理准备。宋雨辰还要来找你的麻烦吗？其实拿掉这个孩子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宋一晨这个人太执拗，既然你决定了要跟他离婚，不如就此断得干干净净。你就是这么鼓动我的太太，杀死我的孩子的。宋一晨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个野男人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你居然还护着他！宋一晨，你嘴巴放干净一些。我跟方医生只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谁家的普通朋友会每天待在医院朝夕相处？林婉柔，原本看到那些照片我还不信，没想到你真的跟他勾搭到了。那个孩子也是为这个野男人留的吧？你没有资格提那个孩子。你别动他！宋一晨，我们的事跟方医生没有关系，你别牵连无辜人。他要是无辜，就不该跟你走得这么近。你别碰他！婉柔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醒醒！宋一晨，你知不知道婉柔得了癌症？这个孩子是他不得已才流掉的。
护士，准备急救！疼了没有？没有。以后这样的事我来就行了。不用，反正也要离婚了。你一定要把离婚挂在嘴边吗？我们原本就是协议夫妻，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孩子，早就应该离婚了。现在孩子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然后呢？离婚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李婉柔，你到底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你生病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本来也跟你没关系。婉柔，那个离婚协议真的不是我签的，方子墨的事儿我也不该怀疑你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照顾你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。不要拒绝我。你知道的，我可以帮你安排国内顶尖的医生，让你接受最好的治疗。宋一晨，你知不知道我得的是子宫癌，只能通过切除手术才能彻底根除病灶，延长生存期。能治疗就好，你放心，无论之后遇到什么样的难关，我都可以陪你一起扛。不，一旦切除了子宫，以后我再也不能当一个妈妈了。这也没什么，我们可以不要孩子，我们2个人也可以好好过下去。别碰我！你为什么要跟林婉柔上床？就因为我离开了3年，所以你就耐不住寂寞了？可能吧。那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因为她怀孕了。就算我真的需要一个人陪我度过这段时间，那个人绝对不会是你。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婉柔，我真的累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下吧。小柔，起来吃早饭了。前2天我看宋逸晨离开的时候不高兴，你们俩发生什么了？妈，这是宋逸晨让你带过来的吧？没有，这是妈自己给你做的。这些都是宋逸晨喜欢那家餐厅的菜式，我以前经常给他点，认得出来。妈，这个你帮我带给婉柔吧。宝贝女婿，你来都来了，怎么不自己送上去？她现在应该不想见到我。你老公这是心疼你呀，想着你生病了肯定吃不下医院食堂的饭，特意从外面给你带饭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我说了，不要再拿别人的任何东西。宋逸晨是你老公，怎么能算别人？小柔啊，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老公这几天一直在医院里守着你，怕你生气，还不敢上楼来看你。你跟他就算有天大的气，现在也该消了。妈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。离什么离？那可是宋氏集团的大少爷，离了他，你上哪再去找这么好的一个金龟婿？他只是为了那个孩子才跟我在一起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们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。所以你才更应该把宋逸晨牢牢攥在手心里啊！你听妈一句劝，孩子保不住就算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借着你这个病到宋逸晨面前卖惨装可怜。只要能让宋逸晨对你愧疚，你以后照样能在宋家站稳脚跟。妈，在你眼里，逼我留在宋逸晨身边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小柔，妈知道你委屈，但你要想清楚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钱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你能让宋逸晨对你死心塌地，咱们老林家这辈子都吃喝不愁了。怎么又是你们这对狗男女？你们来找我女儿干啥？林婉柔，我说你怎么能那么干脆答应流掉孩子？原来这个孩子本来就保不住，现在还想装成病秧子去勒索宋逸晨，你可真够恶心的！可别胡说！
我女儿生病了，女婿给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这有啥不对的？他要是不给钱，那才叫没良心的！哼，生病，我看是装的。今天我都要看看你病得多严重！住手！你们又来干什么？奕晨，是你爸让我们过来的。他说了，如果你再不回家，就真的要取消你的继承权。宋家的财产我也不稀罕。这不是你任性的时候，他们母女俩还在那算计怎么卖惨，好让你愧疚。你好好想想，要是你真没了宋家的财产，就林婉柔这种见钱眼开的女人，还会把你放在眼里吗？许薇薇，那份离婚协议是你伪造吧？你私闯民宅，盗用我的印章，家里的摄像头都记录下来了。如果你再敢来打扰我的妻子，我不介意把你做过的事告诉警察。宋一晨，我只不过是帮你摆脱林婉柔这个累赘。我们早就分手了，是你一直在纠缠我，现在你才是我的累赘。刚听见医生说让你去做检查，我扶你过去吧。林婉柔，宋一晨是我的，你永远也夺不走他。一晨，宋一晨，许薇薇，你疯了！好啊，你敢打我女儿，我现在就报警抓你！方医生，救救他！我求你救救他！宋一晨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一晨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林婉柔，你就是一个灾星，都是因为你一晨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是你害了他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要不是因为你，奕晨能躺在这里吗？这一切都怪林婉柔，要不是她蛊惑了奕晨，事情根本不会变成这样。奕晨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你们是谁啊？奕晨，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薇薇啊，你的女朋友许薇薇啊。你看清楚，我韩宇连兄弟你都不认识了。婉柔，你在这儿啊？奕晨难道是失忆了？奕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谁啊？别在这里动手动脚的，我已经有老婆了。林婉柔，你是不是对奕晨下蛊了？明明我才是陪了他那么多年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忘了我？他情绪太激动了，我先把他带走了。你把我兄弟照顾好了啊。你是说宋一晨被打伤了？只记得你是他老婆。是。小柔，你糊涂啊！你忘了之前他是怎么对你的吗？你不能再跟这种狗男人纠缠下去了。诺诺，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不能不管他。你确定他真的失忆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现在不让别人碰，我想等他情绪稳定了，再让找医生来给他看看。哎，韩宇，你找死啊！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还认识我呢？那什么，这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叫韩宇吗？行了，这点把戏拿来对付林婉柔还可以，骗兄弟就过分了。这件事你可得给我保密，千万别告诉婉柔。放心，我要是想拆你的台，刚才就给你捅出去了。许薇薇去哪儿了？她家里来人把她给带走了。宋一晨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家老爷子马上就要取消你的继承权了，你还在这里跟林婉柔玩失忆，不怕真的被逐出家门啊？我本来对继承公司也没有兴趣，小柔得了癌症，
又不想让我照顾她，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留在她身边了。你当林婉柔那么好糊弄啊？她已经找了医生过来，马上就能拆穿你了。一个医生还不好解决吗？海马体受损，颞叶受损，确实会影响到大脑的记忆储存，应该就是失忆症。知道应该怎么说吗？这只是定金，只要能瞒过林婉柔，我们宋总还有重谢。婉柔，你现在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了吧？我真的只记得你了。不着急，还有一个人能帮你看病。这个人收买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方医生很擅长应付疑难杂症，我特地请他来给你看病。不行，我不让他给我看，他又不是这个领域的医生，肯定看不好。宋总放心，我之前就钻研过认知神经科学，对你这种病症很有经验，只需要让我听一听心跳，就能知道到底你有没有失忆，兼具测谎功能。那也不能让你来。我听韩宇说过你，我跟你之间有仇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对我做什么手脚，是吧，韩宇？哦，对，我之前是跟依晨说过。宋一晨，方医生好心来给你看病，你怎么能这么质疑他？就是啊，宋总，你这样拖拖拉拉，总不是故意装病，怕我查出来吧？怎么可能？你要看就看，我还能怕你？宋雨辰，你分明是想用这种把戏骗婉柔，今天我非要拆穿你。方医生，还真是你。您是哪位？我们认识吗？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啊！我早就听说过方医生的大名，正好等会儿有一个医学论坛，您一定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不行，我还要……您放心，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的。请。方医生，我头好疼啊！幸亏提前安排了人来支走他。论坛之后还有酒会，方子墨这几天都别想来为难我。那现在该怎么处理？你别看我，医生都说依晨已经失忆了，他现在肯定不愿意跟我回去。小柔，我现在只记得你，也只相信你，你别把我交给陌生人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回到宋家，肯定会被那些想抢继承权的兄弟收拾的。还是你来照顾他吧，我先回去帮他处理公司的麻烦事。老婆，这是我们的家吗？这是我自己的家，跟你没关系。那为什么不回我们的家呀？郝宇说我们已经结婚了。那他应该没有跟你说清楚，我们是马上就要离婚了，所以我这也不是让你白住的。这几天你就干家务抵债，还有，咱们要约法3章，你可以住在这里，但不许擅自进我的房间，不许喊我老婆，恢复记忆后立马离开。好，老婆说什么我都答应。婉柔，我妈去帮我哥带孩子去了，这段时间只有我们2个在家，你的房间就在那，自己收拾吧。婉柔，你回来了，最后一个菜马上就好。洗洗手，准备吃饭了。我跟宋一晨一个得了绝症，一个失忆，曾经梦寐以求的画面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。婉柔，你快尝尝我的手艺。看来你确实是个合格的保姆。那看在我做了这么多活的份上，能不能给保姆一些报酬？你想要什么报酬？这个就是报酬。宋一晨，约法3章里可没有这一条。那现在加上。好啊，那加之前再亲一下。煲的汤快好了，我去端出来。林婉柔，
看着现在的宋逸晨，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心软吗？林婉柔，明天就是你的第一次化疗，别忘了。好。据说第一次化疗的副作用因人而异，也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情况。别担心，一切有我。婉柔，没事，老公在，不怕，没事了，就抽一点点，不疼。快抽好了。家属安静。谢谢你啊，护士。不用，应该是我说谢谢。谢谢你让我开眼，给那么多人抽过血，头一次见家属比病人还害怕的。医生说你需要多晒太阳，对身体有好处。以后会越掉越多的。婉柔，我之前是不是对你很不好？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跟你没关系，是我平时不太关注我的身体。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最起码还有治疗的可能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我的水杯落在病房了，你能帮我去拿一下吗？你在这里等我。刚才下楼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，出来吧。没想到你对宋逸晨这么执着，到这个时候还要来看他。林婉柔，宋逸晨根本不爱你，他只是内疚自己没有照顾好你。只有你这种女人才会把男人的愧疚当成爱情。或许吧，反正他已经失忆了。他的想法，他的感情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。失忆？林婉柔，你不会真的蠢到相信这种谎话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去找了给宋逸晨看病的医生，那个失忆的诊断是他们花钱买的。你如果不信的话，大可以测试一下。逸晨，许薇薇去找了咱们收买的那个医生，估计是知道你在装失忆了。韩宇，婉柔不见了，我担心她出了什么事，你马上发动宋家的所有势力，一定要找到她。不用了。婉柔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发现你不见了，我有多担心？宋逸晨，你觉得戏弄我很好玩吗？是那个韩宇说有什么事都可以联系他，他可以帮忙的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肯说实话吗？小柔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有意骗你的。当时你一直不愿原谅我，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靠近你。我是想挽回我们的感情。宋逸晨，这就是你挽回的方式，假装失忆留在我身边，装可怜好让我对你心软。对不起，宋逸晨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可言了，你走吧。小柔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骗你了，你不要赶我走。宋逸晨，我对你的失望是在这3年里逐渐积累起来的。原本听到你骗了我，我以为我会伤心、会犹豫、会动摇，可恰恰相反，我的内心很平静。原来，我对你的执念早就在这漫长的纠缠中消耗殆尽。这个时间民政局还没下班，我们去办离婚吧。好，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我尊重你。你手术那一天，我能去陪你吗？不用了，诺诺会来陪我，不会出意外的。我送你回去。不需要，就到这里吧。1个月后再来办一次手续，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恭喜我们家小柔正式出院，开启新生活！
不就出个院吗？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？你可是好不容易战胜了病魔，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。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，方医生。我还挺不舍得你出院的，毕竟不能再经常见面了。如果复发了，肯定还会回来。那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再见。这半年一直有一个人给我发消息问你的情况，听说你今天出院，还特地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原本我不想理他，但我又觉得这个决定需要你自己来做。以后的路，我一个人也能走下去。我们一起。希望所有女孩子都能挣脱苦难的枷锁，放下无谓的感情，走向自由与希望的新生活。